职场是人人都要踏进的圈子，但自古以来，中国人的职场规矩就特别多，办公室充满陷阱，职场潜规则也越来越明目张胆。女性作为弱势群体，在职场上本就比男性更难。有的女性能够坚持底线，宁愿离职，绝对不妥协，而部分胆小懦弱的女性却迫于淫威妥协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利益默默隐忍。这种潜规则并不是仅限于销售这样的特殊职业，就连富士康也不能幸免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富士康内部被潜规则最多的人群自然是年轻的厂妹，相较于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因为失业才进入工厂的老油条，这些年轻厂妹大多来自高职中专。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，最喜欢的就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。一来这些人年纪小，体力充沛，手脑灵活，可以大大提升产量和工作效率；二来这些人的学历和社会经验不多，很好摆弄。关于富士康内的潜规则，读者就找到一段真实的技术，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由于自述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，所以我们就用小李来称呼他。小李来自贵州，家庭条件并不算好，当地的教育资源落后，因此他并没有进入大学的殿堂。念完了高中后就被迫走向社会。很显然，一个刚刚成年、没有学历和见识的女性是很难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生存的。无奈之下，小李只能进入工厂，成为一名流水线员工。起初，小李很难适应工厂内的生活，流水线的枯燥让他心力交瘁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也只能勉强赚到几千块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小李就在富士康工作半年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他的工作效率虽然得到提升，但他赚到的钱还是很少。起初，小李以为自己遭到了针对，但很快他就知道这里的潜规则。原来，和正常的工人不同，小李是通过中介进入了厂子，属于劳务派遣工人，底薪要比正常工人低很多。在富士康内，很多工人都愿意主动加班，因为工厂的工人都知道，加班是挣钱的唯一途径。能坚持在工厂工作的工人，怕的不是熬夜加班，而是怕没活干。但小李属于劳务派遣工，加班也是按平时的工资来算的，并没有 1.5 倍的报酬。知道了这些秘密后，小李开始后悔了。这半年来，他拼命工作，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，自然不愿意继续做下去。但考虑到离开工厂，凭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很难在工作立足，小李又犹豫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的县长主动凑了过来。所谓的县长指的是管理工厂流水线的人员，负责管理生产线上的物料、技术参数、设备、人员分配。这位县长姓邬，40多岁，老婆孩子都远在家乡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深圳工作。邬县长从小李进入富士康的第一天，就已经盯上这个青涩单纯的女孩。他看出小李的犹豫，主动表示自己可以帮他解决劳务合同的问题，还能帮他获得更为轻松和赚钱的职位。但是这些好处要付出代价，是什么代价呢？读者就不展开说了，大家懂的都懂。小李起初并不愿意这样做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劳务合同问题。他拒绝了邬县长，主动找到人力资源部说明来意，但遭到无情的拒绝。这时候，邬县长开始一反常态，主动给小李替换了一个更轻松的工作。小李起初还不理解，但他还是选择接受。轻松的工作确实让他心态发生转变，而见识到了邬县长的能量后，小李也开始犹豫了。这时邬县长又找了过来，表示他可以给小李一个身份，愿意在生活中照顾他。这一套权力加温柔乡的组合拳直接打进了小李的心窝，而他也彻底沦陷了。直到1年后，小李意外怀孕，而邬县长却一反常态，运用各种手段将她逼出了富士康。万念俱灰的小李生下了孩子后，独自回到老家，在多年后才说出这段经历。类似的事情在工厂内部还有很多，虽然不至于每一个都以怀孕为终，但凭借权力潜规则女性的人并不在少数。从县长这样的实权派，再到管理人力资源的工作者，甚至是混了很久的老员工，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手段，以此来胁迫急需赚钱或者是没什么经验的女员工。当然，除了小李这样被欺骗，最后逐渐落入陷阱中的女性之外，还有部分人则是主动拥抱潜规则，将其当成自己尚未赚钱的筹码。江莹也是富士康内的一位厂工，和年纪轻轻就出来打拼闯荡的小李不同，江莹进厂时间不长，但她却已经是个货真价实的老油条了。起初，江莹在社会上混了好多年，始终凭借自己的美貌如鱼得水，还收获了一段婚姻。
但婚后不久，江莹的本性就开始释放了。她婚后和其他男人有染，还被老公捉奸在床，直接在家乡成了千人皆知的罪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江莹只能来到深圳开始新的生活。而来到这座新城市后，她第一个选择的就是进入富士康，因为江莹打算通过繁忙的工作约束自己。她觉得在工厂内自己可以稳定的生活赚钱，时间一长，曾经的往事自然就会消散了。但在富士康内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她开始感到疲惫了。在此之前，江莹从来都没有干过流水线，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高强度工作。或许是本性如此，江莹开始动歪心思，利用自己的美貌来勾引那些有权有势的领导，打算通过他们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舒服些。主动放出信号后，江莹很快就用自己的美色成为工厂内的红人，甚至一天得陪好几个人。有的时候中午在餐厅和人吃饭，晚上下班后就要跑到另一人的出租屋内陪他过夜。江莹通过这种手段获得诸多的特权，甚至一步步从流水线的工人成为工厂内部的一个小主管。江莹和小李可以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。这种靠身体获得收益的方式在工厂内部确实有效，毕竟潜规则要是不能带来利益，那男方的麻烦可就大了，很容易被告诱骗侵犯。当女性的身材外貌甚至性别形象都能换来利益的时候，一些底线足够低的人自然会主动凑上前来，试图用这种方法不劳而获。至于那些社会经验本就不丰富的女孩来说，被有心人一步步算计，最后被潜规则，也实属是无奈。富士康内部的潜规则被首次曝光在公众下，是一家名为《经济总览》的杂志撰写了一篇名为《富士康不为人知的秘密》的报道。文章内着重地描写了富士康内潜规则的乱象。不过这篇文章并没有存活太久，几个月后就彻底消失了。杂志主编对此闭口不言。至于发生什么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在一些工人看来，媒体的曝光是没有意义的，根本不可能杜绝这种现象。有人地方就有勾心斗角，有权力就会有黑暗滋生。美剧《纸牌屋》里有句很经典的台词：接近权力会让一些人误以为自己也拥有权力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一旦手头有点职权，哪怕是再微小不过的，也容易升起一种优越感，忍不住想对着如何运用，为自己争夺不正当的利益。而工厂内恰恰男女比例不平衡，因此这样的潜规则自然屡见不鲜。其次，低廉的收入也是很多人接受潜规则的诱因。根据富士康官网公布的数据，新员工的月薪最低为1850元，最高为3050元。随着工龄增加和技能提高，员工的薪酬也会相应提高。但如今中国制造业没落，富士康也不再是曾经那个只要肯付出努力就能赚钱的工厂了。厂家没有订单，自然就会减少工人加班，从而导致工人收入降低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不能忽视像是小李那样的劳动制员工，相较于正规的成员，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情况下，得到收益要更低。为了生存，一些人自然会无奈地选择屈服。以小李为代表受害者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出的受害群体。现如今，虽然潜规则的事件曝光率少了很多，但毫无疑问，这种现象依旧存在，只不过是在我们关注不到的地方继续野蛮生长罢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